のを使う。捕らえた。大家好，歡迎翻到嚟肥宅嘅頻道。今條片係做彩透高達模型上面做熒光效果嘅分享。如果大家覺得入燈走線麻煩嘅話，呢個可以係你另外一個選擇。如果你係第一次瀏覽我嘅頻道，我嘅頻道就係主要介紹一啲做基本模型處理嘅手法，同埋我自己改裝模型嘅一啲片段分享。如果中意嘅話，就記得訂閱啦。話說之前喺太古城嘅 Eon 啊，見到呢一隻 RG 彩透平平地做緊特價，所以買翻嚟想試下我一直都好想做嘅熒光效果。咁當然啦，佢平嘅其中一個大原因佢係 Quanti 唔係 Full Saber。搞笑嘅係佢其實本書仔呢就冇跟特別色嘅，一樣做翻原本嗰隻藍色。咁好啦，我哋首先將啲件剪晒出嚟先。喺分件嘅部分呢，事前嘅準備同正常嘅模型係一樣嘅。然後外甲因為要做一個熒光嘅效果加工，所以我哋首先將個骨架組裝咗先。就算骨架嘅部分有啲透明件係需要上，我都係照樣唔做住，直接假組咗先嘅。呢度口述補翻少少我影片冇拍到嘅嘢。因為呢隻 RG 嘅骨架上面有需要上一啲貼紙嘅部分，係一啲銀色閃面嘅貼紙嚟嘅。呢個部分呢就冇得用水貼去取代，所以我會貼咗先嘅。透明件嘅打磨部分，我就會用之前介紹過嘅納米指甲銼去做，原因好簡單，就手啫，咁啱買落。同埋1:144呢個比例嘅話，我覺得用一個銼去做打磨都已經足夠啦。骨架完成組裝，外甲都打磨完分埋件啦，熒光效果處理嘅事前準備就已經完成晒。做熒光效果 UV 燈當然唔少得啦。喺做熒光效果之前，我哋睇一睇呢個彩透本身自帶嘅熒光效果先。我而家就分咗4隻色嘅，大家可以見到畫面上面有粉紅色、紅色、綠色同埋橙色，咁就用個 UV 燈照上去已經可以睇到噶啦。綠色呢就有個特別強嘅熒光效果，照上去直頭自己好似係一粒燈咁樣啊！熄咗燈再俾大家睇一睇，粉紅色呢一個呢其實就冇太多嘅熒光效果喺度嘅，拎上手大家見到同一件透明件差唔多。紅色呢個效果呢就出好多啦，大家見到佢個邊好似會自己發光咁嘅。綠色就唔使講啦 ，LED 一樣。咁橙色本身熒光個效果同紅色就差唔多嘅。了解咗模型本身熒光嘅狀態，我哋就可以開始下一步啦。熒光效果嘅主角就出場啦，就係呢3支佳雅嘅熒光發落油，分別係粉紅色、紅色同埋黃色。拎個 UV 燈照上去呢，佢直頭自己識發光一樣嘅。用呢隻熒光油嘅時候，大家記得一定要將入邊嘅液體攪勻。因為佢入邊嘅液體有可能擺得太耐咧，而分離咗色嘅部分咧就沉咗底。用到嘅量其實就唔係太多嘅，咁樣一隻 RG 已經可以完成到大半噶啦。開油水我自己係用翻佳雅嘅發廊油開油水啦，正常嘅份量比例咧就係1:1，因為如果你開得太稀，會令到佢個熒光嘅效果減弱。但係我支嘢咧，因為擺得太耐咧，佢自己變得結咗太多啦，所以我就落開油水嘅比例咧係用多咗少少嘅。至於開油嘅話，我自己都係用細號嘅畫筆，將開油水同埋發廊油溝埋一齊就可以用啦。去到最好玩嘅部分啦，就係要將呢個熒光油上去透明嘅外甲上面。上色呢個部分呢，其實同正常嘅發廊油分別基本唔大。但係因為正常日光之下呢，你係睇唔到嗰個熒光嘅效果啊，所以我上色嘅時候會用 UV 燈一路照住個件一路做，
咁樣先至可以保證到你上色之後個熒光效果係足夠嘅。我頭先就喺個鏡頭度加咗一個放大鏡嘅效果，希望大家可以睇得清楚啦。咁但係我自己睇翻 playback 呢，日光加 UV 光之下，我個 camera 真係拍唔到一啲太明顯嘅分別俾大家睇嘅。咁所以我另外用一件多少少紋路嘅件拍一個快鏡，然之後再熄燈俾大家睇下喺 UV 燈之下上完嗰個熒光滲線油嘅效果會係點樣嘅。其實要做好呢個熒光嘅滲線效果，除咗喺表面外夾嘅紋路上面做滲線之外呢，更加多嘅係需要喺個外夾嘅內側去做一個滲線，先至可以做到一個比較好睇嘅熒光線條出嚟。完成咗上熒光滲線嘅呢個步驟之後，我哋都需要好似正常嘅珐琅油咁樣，將多餘嘅油漬用開油水抹走佢嘅。呢個步驟都需要用到 UV 燈去照住，咁樣先可以睇得清楚。我哋唔會將想留低嘅珐琅油都抹走埋。其實呢個位都幾得意嘅，因為你睇片都見到，我用嚟抹走珐琅油嘅棉花棒頭呢，而家都變到好似識發光咁樣。如果覺得肥宅嘅影片得意或者有用嘅，撳一撳右下角個訂閱掣支持一下啦。翻去件度先，因為我冇做到個黑線加深啊。如果你用太多嘅開油水或者太大力去捽呢，咁變咗你想留低嘅顏色都會俾你捽走埋噶啦。咁呢度要小心啲嘅。呢度其中一隻腳呢，我就上好晒色噶啦，明顯見到左邊上咗色嘅係深色少少。因為個熒光珐琅油本身亦都有少少嘅顏色，上咗喺透明件嗰度呢，就會見到個分別噶啦。由於呢份彩透嘅高達本身都有一定程度嘅熒光效果，所以我而家先嚟做一個對比，俾大家望清楚落咗熒光滲線液嘅件，同原生完全冇做過任何處理嘅件，喺同一個 UV 燈之下個分別喺邊度？呢度解釋翻少少先。我未落滲線液嘅右邊嗰隻腳呢，係暫時假組嘅啫，所以你見到條片之後有嘢飛出嚟呢，係正常嘅。大家見到除咗綠色嘅部分之外，上咗滲線液嘅腳，腳身明顯有熒光嘅線條，清晰咁樣俾你見到，亦都好似頭先一開始試件嘅時候咁樣啦。粉紅色嘅透明件呢，喺冇加工嘅狀態之下，佢根本差唔多完全係冇熒光嘅效果。如果你哋眼利嘅話，就會見到，咦，右邊個腳踭會發光嘅。咁其實係因為我將上咗滲線液嘅件安錯咗落去右邊，而唔係本身佢橙色嘅腳踭有咁光。呢度有少少混亂，就真係唔係咁好意思啦。咁我哋完成咗所有嘅上滲線液嘅程序之後呢，我哋就可以做最後嘅組裝。話說回來，成隻嘢組裝都好實淨，除咗頭頂額頭中間嗰個 V-frame 之外，唔知各位師兄會唔會有我同一個問題呢？定還是係淨係得我呢一隻個位唔係好啱呢？組裝完成啦，當然最後就要上埋個貼紙啦。呢一隻 RG 咧有一部分嘅貼紙係自帶有銀色面嘅，咁呢一堆銀色面嘅貼紙，我會用佢原本俾我嗰種貼紙去貼咗佢先。咁同時自己亦都會用翻一啲靚仔少少嘅水貼去補完剩翻落嚟嘅貼紙位置嘅。始終 Bandai 連埋模型俾我哋嘅貼紙呢係膠質嘅，比較厚身少少，貼咗上去呢，始終都係有少少好似融合唔到落隻模型上面嘅感覺啊。講到尾，水貼係真係靚仔啲嘅。完成埋水貼就俾大家睇下個成品係點啦。
既然要有 UV 燈先睇到個最靚嘅效果，所以我都另外買咗個盒仔，自己加 UV 燈，整個專用嘅盒將佢入住啊。所以去到最後嘅最後，成品就變成咁樣樣啦。其實我就喺個盒嘅上下都各加咗一排 UV 燈喺度嘅，用肉眼睇出嚟呢，上下燈一齊着晒先至係最好睇。不過影出嚟可能因為曝光嘅問題啦，咁如果我加埋上面嗰個 UV 燈開埋呢，就會大家睇到就係一堆光啊！今次第一次將成個企劃一條片過咁樣拍俾大家睇，希望大家都會中意啦。其實今次做熒光嘅彩透高達，最花時間嘅都係喺滲線上面，尤其是外夾內側嘅滲線，因為將所有線條都滲晒色呢，打個 UV 燈上去，你成件嘢就會變咗一粒高達型嘅燈膽，你係差唔多可能乜都睇唔到嘅。所以最多嘅時間係用咗嚟反反覆覆咁樣去滲線試效果。調翻轉個技巧呢，就唔係話太過高階嘅啫，只要你識得滲線，又肯俾時間落去呢，你分分鐘可以做得好過我嘅。咁啱啦，太古城嘅 Pop-Up Store 都有一部分嘅限定係彩透，咁大家又可以考慮一下，除咗入燈之外，另外一個做到高達式發光嘅技巧啦。今日嘅影片就嚟到呢度啦，如果有唔明嘅，歡迎留言。咁都幫自己買多個廣告啦，肥宅都有做模型代工嘅，有興趣可以 PM 問價。如果中意呢條影片嘅，記得 Like、Subscribe、Share， 訂閱咗我嘅朋友，仲要記得撳埋個鐘仔，咁下次有新片上嘅時候，你哋就會收到通知噶啦。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